坐标武汉，家住65层摩天大楼的63楼，如今后悔死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在最近几年呢，谈起国内哪些城市摩天大楼最多，尤其是超高层住宅，一般来说呢，人们肯定会想起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啊。然而事实上呢，这些城市并不是摩天大楼最多的。像超高层建筑最多的是长江沿线的武汉和重庆这两个城市。这两个城市呢，这几年修建了非常多的超高层住宅，住宅楼动辄就是60多层。那么住在这样的大楼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感呢？在昨天呢，就接到了一个粉丝朋友的私信，说他们家是武汉的，想把屋里63层的房子给卖掉啊，以为我是卖房子的。在此给大家声明一下，我本人呢不卖房，也不找商铺，大家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啊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朋友的经历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不踩坑。由于呢这个朋友是第一次买商品房，之前呢没有购买经验，总觉得房子是越高越好，越高显得越大气，站得高望得远嘛。而且呢，武汉是一个江城，站得高了就能看到宽阔的长江，欣赏一览无余的江景。再者说呢，住得高了，采光包括通风都会更加的好。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过，将来自己孩子也要住到这套房子里面，爸妈呢也要住到这套房子里面。真的是入住之后呢，才发现有很多的不方便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等电梯时间特别的长啊，尤其是早上上班的时候，有时候呢需要等电梯等20多分钟，这实在是非常的耽误事儿啊。好几回呢都是算好的时间去上班，结果呢就是由于等电梯时间太长，到公司迟到了那就得罚款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住在将近200米的高空啊，60多层。朋友说没有任何的安全感，他们家这个房子实在是太高了，63层，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非常的担心小孩啊。小孩假如说想到窗户边去玩，想到阳台那里去玩，他都会赶紧的制止。虽然说风景非常的好，但是呢没有安全感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刮起大风，外面这个风也是呼呼的，感觉整栋楼都在摇晃。而且这位朋友还担心啊，像这种超高层住宅，一旦发生火灾怎么办？现在消防云梯说的是最高也就达到100来米左右，像他们家住的高度，救援估计都爱莫能助。想想这个事儿都有点后怕。第三点呢，这一点也是那个朋友说的最为重要的，就是像这种超高层住宅，万一停电了怎么办？停电了从60多层自己爬下去，年轻人都要半条命，你像年纪大的上年纪的，那还不哭晕在楼道里。像这么高楼层，以后停电想叫外卖，估计加个100多块钱小费，也没有外卖小哥愿意上来啊。毕竟像送这一单就累瘫痪了，再加上房子70年的产权，这位朋友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超高层住宅以后维修难度大的问题。假如过了20年、1、20年左右，房屋质量出现了问题，怎么去维修呢？这么高的高度，谁来维修？想象就头疼啊。无奈之下呢，他就决定卖房子，但是房子在网上挂了2个多月，还是没有卖掉啊。很多人，大多数人看了一下他这个楼层，都会觉得这个楼实在是太高了，不适合居住。或者呢，有人就看房者就干脆建议他让他降价，降个30-40万，应该是会好卖一点，有人接受。总之呢，买了一套超高层住宅，现如今真的可以说肠子都悔青了。第一次买房真的是不懂啊，总以为越是高的房子越大气越高档。另外呢，还有许多像别的缺点，比如说小区住户非常的多，停车比较困难。总之呢，你看一下现如今那些高档小区啊，基本上都是楼层非常低的低密度住宅，洋房、别墅这些才是真正的豪宅，真正高档，适合我们居住呢。而且呢，第一次买商品房的人，大多数之前住的都是农村的平房，农村的平房最多也就是盖3、4层，不可能盖个50、60层的。因此呢，选择合适的楼层真的是太重要了啊！不知道大家对此是什么样的看法？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会买这种60多层的超高层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